清楚就没事了，赶紧走。哎，少爷，看看对你学武也有好处。我对打打杀杀没兴趣。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姓徐？停下！问你话呢！路过，跟他们没关系。刚才厉害厉害。哎，你看那破马怎么还跟他走了？哎，老婆啊，你说这人男女的？我不是很有经验。你看他那脸型像不像狐狸？他也是往北。徐凤年的画像刚送来的。徐凤年，哎，哎，请留步。哎，别误会啊，我们也是顺路。我呢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一会儿万一后边再有人追过来，你跟他说出你的名字就没事了，除非你也姓徐，明白了吗？反正我说过了，咱们走。哦。等会儿，我再试试。什
什么破马，输了我都。3年了，这马也老了，走不走看心情。要我说啊，这破马就是你亲生儿子。老王有后啊。站住！站住！这。大人，又见面了。徐凤年找着了。你就是徐骁的儿子。大人跟我说笑。这画昨天还没有呢。刚送到，也是你命数该绝。哪儿来的？徐子旗下35万铁骑，想要你命的，总会有几个。北凉军中送来的。徐凤年，亡国之恨，今日拿你人头祭奠。西楚灭亡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童，并未参战啊。是。徐骁杀敌无数，号称世间人屠，父债子偿。要怪，就怪你投错了胎吧。那你应该找徐骁复仇啊！这可不是。怕？有可能。哪那么多废话！老黄只是一介马夫，跟徐骁没关。徐家的马夫也该死。老黄，快走！大人，能不能给个机会？我今日想要弃暗投明，我也想杀徐骁。嗯。我出钱买自己的命，只要能救我，价码你开。我告诉你，徐骁我当然会杀，但是要先把他的儿女杀光斩尽，毁去他一切希望。怂人就是借口多，找死！阁下是谁？徐骁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你是北凉王世子。我洗干净了，挺贵气的。徐骁凶残，乃天下之敌。阁下今日若让开路，算我等欠你人情。我救你命，让我静听朝廷。可以。你们先走。阁下可想清楚了，此事本与你无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们，全给我杀了！坏呀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随便。哎，老黄啊，你看他像不像狐狸？脸白手也白，那我以后就叫你白虎脸呗。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改啊。
你真是徐骁的儿子？等你送我回了灵州，咱们进了北凉王府，你不就知道真假了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以后我就这么叫你。你这两把刀怎么一长一短啊？刚才没看见你拔双刀。他们不配见我双刀。那什么样的人配见你双刀啊？夫人，有事儿？魏爷爷呢？啊，睡着了，睡着了好。其实我找你，你上次说你有一把刀特别锋利，好像就是这把，是叫春雷对吧？有话直接说。你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就一会儿，马上还你。借刀做什么？外边那湖底下锁着一个不知道多少年月的老魁，我想借你的刀把他给放。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？我救了他，没准他能帮我。谁说的？老黄啊！老黄，湖底老魁的事儿，你跟他说说。哦。这湖底人被4条运心铁索缠住，倘若有谁能够亲手砍断铁索助他离开，便能收服这个湖底人。这你也信？试试嘛。你身边人还不够多吗？有些事儿，北凉王府的人未必帮我。你怎么能跟不会武的人这么扔刀呢？万一我无后了怎么办？那刀行吗？挺亮的，我觉得行。不亮的是木刀。要不你还我？啊，行行行，我下去了。放出来不会出事吧？少爷放心，老黄在。
少爷。啊，又断了，又断了！哎呀，哎，我刀呢？蝴蝶老魁拿着呢，我看他的意思，他想自己砍开。这算成了吗？这不成。给我回去！厉害，老黄，厉害吧？李一山还活着吗？在水里待那么多年，还能说话？哼！别动手！滚开！哎，小家伙，别找死！是说我救的你啊！所以现在你还活着。这就是你说的收服啊？
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李义山在哪？李义山，你活着就好，不然我这仇都不知道找谁报去。李义山，当年的无双国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是你师傅。说你出了馊主意，你不是说把他放出来就能收服了吗？打到收服就好了。什么？剑九皇，原来你也还在。好，爷爷我就破取九剑，报当年战败之仇。剑一，龙蛇。剑二，并蒂莲。皇，少爷等等，还没完呢。当年是我把你打落湖底的，今日结局还是一样。剑三，三金。
没吃饱，不打了。老黄，你。少爷，收服了。老黄，你武功这么高？少爷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。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支桃花，这剑九黄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。换身衣服，老子要吃肉。你是剑九黄，你知道他？近50年用剑高手，除剑神李纯刚之外，只有2个。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，再一个就是他了。拿走拿走。这10几年的呀。不打了。哦，那我就先去睡了。要不你过来吃点？我看书去。哦。说吧，干嘛放我出来？少爷救了你，是不是该报恩啊？放屁！这小子放了我，最多我发善心不杀他，报个什么恩？不报恩，再把你打回虎地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吃完了告诉我。少爷，你肉你得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。想好了没？怎么个报恩法？留在府里，保护少爷。有你在，要我做什么？我很快就走，在我回来之前，替我守住少爷。你要走？回头细算。好。行不行？你多久回来？最多2个月。好，2个月之后你不回来，老子要走人。行。剑九黄战死了。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先知出了双手。好个剑九6千里，可惜不能轻剑啊。
上回啊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命跟死。给到本少爷留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渐进。那就叫6000年。能够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。第一件事，少爷考虑过。好。烛火不够，再亮点儿，我看不清楚。看够了吗？老黄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对，什么不对？这信上写的不对。哪儿写的不对？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，这上面只写了剑九皇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写老黄？他们只知道剑九皇是无双剑客，谁又会去想马夫老黄？赵熙团说，剑九皇把王献之逼成那样，已经是传奇了。的确是传奇。他剑九皇成了传奇，可是我的老黄没了。我宁愿他不当上传奇，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凉。那个时候，我肯定大笑一场，然后再去让他偷地瓜来烤。老黄没了。是啊，老黄没了。回家吧，你弟弟去了龙虎山，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道山了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
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了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战王先知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先知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敌意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先知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先知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上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来真的？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。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没事吧你？离我远点。半个时辰到了，石子没掉。佩服。接下来练4个动作：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刃。各4000下。你要明白，王先知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哪怕是当年一剑威临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2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熙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。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不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！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喽。
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了。徐丰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4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答应老黄，只保我2个月，时限一到可就走了。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。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，您还能留在这儿教我？你们姓徐的，一个个都阴险狡猾。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，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但刀法能练，内力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。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4个动作，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。没有内力做基础，2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，真气。世子是想将这瀑布斩断？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。你这样是斩不断的。你能斩断？我也斩不断，但或许能不伤手。来刀试试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这是什么门路？其实这是拳法路数。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哪儿学的拳法？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拳法？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，做麻了活动身子，想出的拳法，走的是8卦刀4象3才归2仪的回眼路数，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。我这是瞎来的，打架不行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。世子想悟也可以试试。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？抱一方为天下事，拳刀有何不同？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。什么剑谱？武当的基本剑谱。世子看看
会有什么启发？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？没有。世子，世子，上次怎么做的？再来一遍让我瞧瞧。别废话。这是在化缘，所以本质上还是复归于无极的道理。世子，你看2遍就明白了。技巧方面接近于借力卸力，确实如此。你让我再想想。这段路的尽头，就挥一挥手，用这份遗憾欢笑对匆匆。恩怨翻腾不休，听有苍生笑我痴梦，逍遥不够，山河漫漫游。残花待雪中，心事如风。铁马旌旗歌颂，肝胆万山重。飓风霜雨酒，斩断了数十年头。一夜东去，青丝到白首。唱歌踏雪中，心事无空，消散爱恨与风，无语也无求。天涯的渡口，一人陪马儿轻手，多么富有，填下了心中。烟雨红楼，天世子应当知道，天下武者分为9品。听过。 28品无需多说，单说这1品人物，王仙芝定是1品。没错。可1品之中，又分为4重。第1重金刚镜，金刚镜才是武者登堂入室，外敌难坏，亘古不朽。陪您上山的那位，大约就是这个境界。过了金刚镜，便是指玄。 更剑九皇就曾是指玄境。老黄，您说他曾是指玄？吴地城头一战，剑九皇最后一式6000里，已是稳稳的天象境界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确实，天下众生能入天象者屈指可数。吴地城王仙芝，在这重境界。 你做了半辈子，实在是高不可攀呐。 1品4重境界，金刚指玄天象，这才3重啊。
最上一重成为地仙，这重境界也就只是传说了。往上再无景色了。一品之上可成天人。怎样才算天人？此重境界虚无缥缈，我应该是看不到了。掌门特地跟我说明这些，又是为何？听说世子想要登上武帝城，那最起码也要到指玄境。世子天资没有问题，就是起步晚了。那也没办法，我慢慢练吧。武当大皇庭虽非天下最强武学，可绝对称得上特别啊！怎么个特别法？大皇庭能改人根骨，这世子应该知道。除了改人根骨，大皇庭最神奇之处，就是替人做嫁衣。嫁衣？修大皇庭者，可将一身真气送与他人。真气送人？那你们人人修炼大皇庭，集中到一人身上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启禀公主，大皇庭极难修炼。近些年来，除了我家掌门一人，无人习得。那还好。而且还有一个苛刻条件，就是大皇庭只能传于从未修炼过真气之人，而且传送之后，具体吸收多少，要看天命，往往只有10之5、6。你要把大皇庭传给我？等等，传完真气你会怎么样？真气散尽，自然是命不久矣。你疯了吗？听到清醒的。你为了帮我，你命都不要了。我跟你不熟啊。不是为你，是为武当。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依靠北凉，武当才能传承下去。许孝不会同意的。不重要，只要看到我为你传功，谁都会相信。武当已是北凉麾下门派了。谁能看到啊？王重楼要传功给徐凤年。霞分暮霭，闭目内敛自相望。才知我身皆洞天，原来皇庭是福地。
活不过来了。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我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他会一直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擦干净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凤年。这就是大黄庭成功。武当果然已经归顺北凉。公主，眼下正是时机。此话怎讲？此时打断他们二人，让内气冲乱徐凤年的经脉，他整个人就废了。公主，请稍等。可你这么做，徐骁岂不恨死你？徐骁岂能依靠？好，你若成事，朝廷必将传旨封你为武当掌门。多谢。一起出手。这又是谁？小王师兄，怎么从紫竹林里出来了？别再上前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掌门师兄一身功力就全废了。这是师兄自己的决定。
怕是要来不及了。晚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殿下，势不可为呀，还是走吧。你们这是害了武当。小道士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下山？公主，我就不下山了。掌门师兄功力全失，武当定会重选掌门。我想试试，若能成为掌门，或能力挽狂澜。很好，你放心，朝廷必定全力支持你兼任武当。多谢公主。那巡凤年快醒了，还请公主速速离开。小王师兄演得不错，少说话都动手，也不算难。去看看掌门师兄吧。师兄。没出差错，公主应该是相信了。借北凉之威震慑龙虎山，再让京城为你助力。这样一来，你接手武当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师兄，别苦着脸，用我这身大黄庭为武当换个未来，这是赚了。你手上的这把神图，交到你的手里，你当知道为了什么？寿山。风雨飘摇，师弟成就天下第一之前，武当就靠你的这把桃木剑来收成了。我在。武当便在。你们都先上去，召唤诸位师兄弟。过会儿我有话说。那你的师兄？我等他醒来。去吧。殿下，未见有人追来，即刻回京城。是殿下。
那徐凤年得到内力之时，要不要即刻传信京城？徐凤年不过是个蠢材，有武功又怎样？在天下大事面前，个人无用，不值一提。殿下所言极是。倒是先把武当的消息传回去，可以确认武当已经归顺北凉，叫龙虎山别太强势了，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门派去挑衅徐骁。是殿下，我这就放出飞鸽，传书京城。还有，洪喜相心向京城，尽量支持他接掌武当。衣服怎么没湿啊？已经蒸干了。点火了？真气比火好用。已经把大黄庭给我了。给了。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啊？看来世子还挺契合这真气。真气能留下几成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哎，多谢。要上山顶，我扶你。有劳世子了。为了护住武当，我把自个儿这条命都扔出去了。武当好歹也算个不大不小的门派，要在这世上求活都如此不易，那些真正的平民百姓又该有多么艰难呐！若日后有朝一日，世子接掌北凉，请世子一定为他们想想。一定。哎，怎么等在这儿了？扶你上山。也好，那就不用辛苦世子了。是啊，眼下年关将近，世子也该回北凉了。成功的事儿你早就知道。还请世子不要浪费了大黄庭，我等你踏上武帝城头的消息。止步！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边，
我只取1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。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朝世子，想必是暗藏了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曲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世子，感觉这些武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
一共12位武奴，没错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又见面了。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防着。福将红甲，我认得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呢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？那6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互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玄甲、青梅、卓玛、春水、朝露、桃花，起！怎么不倒了？那一位既然出手，拦不拦的，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！多谢前辈一箭之恩。多谢前辈6箭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。这份恩情，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
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是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中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，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，落下病根，最终殒命。回想起来，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6件，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12柄飞剑，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，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，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，至此报完。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。世子先把飞剑收了吧，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！我知道，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匣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一剑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，定是一言九鼎。这会儿不打，我也不傻。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，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。我要出手，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，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匣。世子问你话呢，你赶紧回啊！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，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啊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也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？哎。找着什么了？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。你可以不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他，对你很重要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
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整出来了，那你别再扔了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黄。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天里辛苦。火炼剑，以精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。今日，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淬砺，乾坤作冶，直至今日，终于建成。开天门。好一个剑神李淳罡！好剑！李淳罡此剑开得天门，杀得你王仙之否？一个一剑开天门。
小师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师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小师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现在还好好的。小师叔啊，别动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了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是东方啊！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，能叫醒了你？终于等到这一刻。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，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。王先知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侠取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。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刚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星湖内，感受到武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。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武奴动手时，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。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2倍。眼前这位，怕是已经活了2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。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。眼前这位世子，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。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
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，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一具傀儡也想破局？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份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！你救他，赵老神仙，手下留情。他一路都在杀你。能不能说一下，救我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，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二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这都什么局面？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，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2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，终于有了登仙之机。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，怕也只有这2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，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样人全力就疯了。
下一步了。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胜负未决。李成刚、王献之在做什么？怎么停手了？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二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起！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。邓某此来武帝城，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他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仙人下界。所谓仙人，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。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，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、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？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，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这人间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武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。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一米太阿。剑阵，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。邓太阿，你怎敢如此？
你走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气蓬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，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腻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不许人间有仙。徐凤年，他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剑酒6000里。